明示招魂，终生大作。云深不知处许久未有过如此混乱时刻。如今山上多为小辈，不曾见过当年岐山温室火烧这人间仙境之场景，一时鸡飞狗跳，混乱不堪。莫玄羽拨开人群走到明室前，望着里头怨气冲天，便不再犹豫，开门入室，将一众小辈的怀疑都关在了门外。鬼手凶邪异常，参与招魂者皆为蓝氏长老。饶是如此，状况仍旧惨烈。正在僵持之时，却见有人中途闯入，众人皆是一惊。来人眼生，从未见过，手里拿着一根破破烂烂的竹笛，头上绑了一根红发带。诸位长老一怔，悉数看向端坐抚琴的蓝忘机，而蓝忘机则睁大了眼睛，一瞬不瞬瞧着闯入的陌生人。随后那人对着蓝忘机笑了笑，忘机琴错弹了一弦音，隐匿在众多乐器中不易听清。蓝启人晕厥在地，眉头却皱了起来，随即琴笛和鸣，是这云深不知处从未听闻过的乐声。一曲毕，妖邪退，众人各持法器，注视着来人。那人似是后知后觉，方才察觉自己来的突兀，挠了挠头，说道：“在下学艺不精，笛子吹得实在不算好，望各位海涵。”蓝景怡与蓝思追跑了进来，惊讶于鬼手竟已镇压，而闯入者全然无事。蓝启人被蓝忘机扶了起来，侧过头去瞧他侄子，却见侄子眼中哪还有他，只是细细的凝望着那人。那人站在两个孩子中间，正咧嘴笑。孽缘啊，孽缘！蓝启人推开蓝忘机，压下心肺微痛，仍旧坐直了，瞧着那吹笛人，先颔首致意，再道：“昨日听闻忘机强行带了一位客人回来，关进了净室，可是这位公子？”蓝思追拱手道：“回先生，正是，这位是兰陵金氏的莫玄羽莫公子。”蓝启人便去看蓝思追，看完蓝思追，又去看莫玄羽。蓝思追与蓝景怡两个孩子有些莫名，下意识看向韩光俊，见到的却是韩光君眼神专注如许，正盯着他们身旁这位转着笛子嘻嘻哈哈的疯子。不知是谁叹了口气，蓝启人道：“多谢莫公子相助，我有事要交代族人，还请莫公子。”莫玄羽不疑有他，拱手便走了。蓝忘机上前半步，瞪大双眼瞧着他，终究是没有追上去。来日方长，这次是真的，来日方长。先生要交代事情，小辈一向不在场。蓝景怡与蓝思追便也行礼欲离去，蓝启人却抬手阻止道：“等等，你们……”他转过头又去看他的爱徒，而蓝忘机似是魂不在意，心思已全然不在此处。蓝忘机凝望着明室出口，4时已过，外头太阳正好，阳光透过门来照亮明室玄关。那莫玄羽便沐浴金光渐渐走远，清风拂来，莫玄羽墨色广袖摇曳，鲜红发带轻舞飞扬，他便如一只蝴蝶翩然飞走了。待明室的门重新关上，室内复又一片昏暗。蓝忘机方才收回目光，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靴子发呆。蓝启人只觉得自己真的是老了，他长吁一口气，哑着嗓子说道：“你们是韩光君亲传，这次便留下来吧。”一室静默，两个孩子端坐在一旁，不安地挪了挪腿。蓝家人一向少言，却也从来不似当下这般叫人额头冒汗。明室本就吓人，烛火也发着绿光，那凶狠异常的鬼手安静躺在阵法中央，看着更是可怖。忽然蓝忘机撩起下摆跪了下去，蓝思追与蓝景怡吓了一跳，他们既为亲传弟子，自然也要跟着师尊一道跪，只是尚未行动，蓝忘机已经更进一步，宽袍大袖铺在地上，他扣了下去。蓝氏宗族封号一向只给宗主，便是蓝启人也未能封君。10多年前，少年蓝忘机与那尚未走上独木桥的夷陵老祖合力斩杀屠戮玄武，举世皆惊，他便成了姑苏蓝氏得了君号的第一位二公子。韩光俊虽非宗主，但到底是本家嫡子，在族内地位颇高，加之广有善名，功德无量，修为又高，更有封号。往日里即使见了长辈，也不过作揖便罢了。蓝景怡与蓝思追两位追随韩光俊已有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韩光君行此大礼。无论是谁，但凡伏在地上，便都是一样的，冠冕与额头碰着地砖，长发散开来，连抹额都染了尘。蓝思追有些焦急，更多则是不解。蓝景怡两只手搅在一起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可满室的蓝氏长老们却无一人阻止。许久，方闻蓝启人喟叹，而后上前来扶起爱徒，有意无意抚摸其脊背，痛心道：“33鞭
能来的刚好都在这里了。蓝忘机抬起眼皮环顾四周，加上蓝启仁，明室内共20位长辈，13人，13年，岁月不饶人，即使是修仙之人，也终有命数之日，只是无人说得清，这其中究竟有没有13年前所受之伤的因素了。他又扣了下去，闷声说道：“忘机有罪。”蓝启仁正冲看着蓝忘机，愣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知有罪，却不知罪，亦不悔过。”蓝忘机便说：“忘机有悔。”蓝启仁又四顾去看那些宗族老人们，心中茫然，再低头看着伏在地上的侄子：“你悔的却非应悔之事。”语毕，蓝忘机抬起头注视着蓝启仁，浅色眼眸再不复13年来古井无波。蓝启仁心中微动，果然听蓝忘机认真说道：“忘机不悔。”一来一回，把两个孩子听糊涂了，云里雾里的，两人交换了眼神，俱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不解。蓝忘机语气坚定：“这一次，忘机绝不放手。”终于有长老不再沉默，出声痛惜道：“忘机，你何必自苦？无论重来多少次，你的心意他从不曾在乎。无望之爱，当真值得？一颗真心，当真要摔在地上任他玩弄？”闻言，蓝景怡、蓝思追大惊，似乎总算能猜到长老们所谈何事。蓝忘机道：“无妨，他本就不必回应。然他是这世上最招恨之人，他日若他再次身亡，你当如何？”蓝忘机晃了晃，长呼一口气，坚定说道：“不会，这次我必会护着他。即使平安无事，但他心里无你呀。有朝一日，他寻得良人与归处，你又当如何？”蓝忘机垂下眼睛，盖住眼中痛苦，思索片刻，摇头道：“不会，除了我，他已没有归处。”蓝启仁大骇，呵斥道：“忘机，你这是要强人所难。”蓝忘机却想，如若当日便真的强人所难，是否悲剧不会发生？叔父，云梦已非故土，夷陵更不必提，唯有姑苏方是梦想乡。你也知道，他一生孤苦，天下人皆恨不得生啖其肉。然而13年后，万千人中遇到他的是我，这岂非天意？您叫我如何放手？蓝启仁再不能言，一世长老面面相觑，终究不再反驳。蓝忘机眉头舒展，再叩首，轻声说：“多谢。”饶是蓝思追、蓝景怡再如何不知前尘，听到此处也听懂了。二人目瞪口呆，一时想质问韩光君犯的什么浑，一时想拔剑去杀了那魔头，一时又想起来时路上莫玄羽笑意盈盈，与他们谈笑风生。蓝景怡哆哆嗦嗦问道：“那莫玄羽？”蓝启仁一声长叹：“何来的莫玄羽？那是你们师尊的心上人，那是魏婴。”蓝景怡茫然道：“先生留我等在此，可是要我等提防夷陵老祖？”蓝启仁却笑了，走上前拍拍两个孩子的头，言语中满是回忆：“不必，魏婴他不是恶人。”蓝思追、蓝景怡惊讶地瞪大眼睛，谁人不知穷奇道与不夜天几千条人命，夷陵老祖百死莫辞。姑苏蓝氏亦是苦主，仙门百家皆与夷陵老祖有着深仇大恨。蓝启仁回过头去看蓝忘机，蓝忘机仍伏在地上，全身紧绷。孩子们，蓝启仁叹道：“我是想请你们帮忘机。”帮韩光君？是啊，帮他留下魏婴。魏婴最爱自由，如同山间云雾，看得见摸不到，潇洒奔放，一不留神便散了。思追还有景怡，多陪他玩耍吧，你们会喜欢的，只是别让他又走了。忘机受不住第二次了。从明室出来已是午时，日头正盛，鸟啼阵阵。魏无羡正躺在草坪上玩兔子，又揉又捏，兔子们意见颇大，挣扎着要逃离魔爪。听得人来，魏无羡从草坪上坐起来，对着蓝忘机挥挥手，咧嘴笑道：“蓝湛，兔子。”蓝忘机点头：“兔子。”魏无羡兴奋地抱着一只，跑到蓝忘机身边，捧到蓝忘机脸颊边，笑嘻嘻说道：“蓝湛，亲亲。”蓝忘机便接过兔子，在颊边蹭了蹭。魏无羡又新奇又疑惑，心道蓝湛这人才是被夺舍了吧。转头却瞧见蓝思追、蓝景怡两个孩子也像两只兔子，扒拉着自己的袖子。孩儿们怎么了？蓝景怡紧张兮兮地说：“啊，那个莫玄羽，我们一起去查鬼手吧。”魏无羡奇道：“
我又没说要管这事。韩光俊本事那么大，他自己能搞定的，你们也别捣乱。那鬼手邪门的很，可别拖后腿。蓝忘机放下兔子，牵过魏无羡的手，淡淡说道：“一起去才艺镇有香菜馆。”魏无羡心动了，想想自己身无分文，若是离了蓝忘机，绝无可能下馆子。他思考了也就一瞬间，便一把挽过蓝忘机的胳膊，说好了呀，请我吃饭，可不能耍赖。4个人一头驴，便热热闹闹的下山了。从驿城出来，众人都很疲惫，去到镇上寻了间客栈，小辈们划拳喝酒，连蓝忘机都喝醉了。可怜魏无羡，明明是装疯的那个，结果那晚上成了一群人中唯一一个清醒的，一双手被蓝忘机绑成了麻花，他连哄带骗的把蓝忘机哄上床，又惨兮兮的被定身术困了一整夜，到早上醒来时还晕乎乎的，只觉得腰都不是自己的了。蓝忘机耳朵通红，半抱半抬的把人从榻上拉起来，坐到梳妆台前，拿起梳子，十分乖觉的站在魏无羡身后帮他梳头，目瞪高度刚好，就是没有靠背。魏无羡困倦的很，倚在蓝忘机的腰腹上打瞌睡。蓝忘机只觉得脑袋更热，自上而下透过衣领瞧见心上人的锁骨，再往下是瘦削的胸脯与薄薄的肩背，然后便是蓝忘机轻咬下唇，狠狠心硬是把魏无羡坐直了，继续帮他扎辫子。大概是手劲儿巧，蓝二公子这头梳的魏无羡十分受用，眯起眼睛舒服地蹭了蹭蓝忘机的手指。蓝忘机只觉得心跳漏了半拍，手指蜷起来，想触碰又害羞触碰，一时将那10多年的孤寂与爱而不得的苦闷全数忘了，心里甜蜜蜜的，开心的很。待蓝二公子开开心心地将魏无羡打扮完毕，魏无羡可算完全清醒了，对着镜子欣赏了一番，捏着自己的衣袖道：“说起来，蓝湛，你给我打扮的可真是完全符合我的审美啊！”夷陵老祖喜着黑红，自幼便是如此，曾评价姑苏蓝氏披麻戴孝，兰陵金氏花孔雀，可见其审美之专一。云梦江氏全宗族都着短打箭袖，魏无羡少时也爱这么穿，可后来年纪稍长，他还是更偏爱广袖大氅，显得成熟许多，不再见那少年气。就连发辫也从高马尾成了披发，既无发冠亦无发簪，再加之他长相俊秀，体态纤细，不爱佩剑，只爱佩笛，单看其人还真有江湖游侠之风范。莫玄羽那身乱七八糟的衣服，早在蓝忘机把他拖去姑苏时便被强行换掉了，衣服是蓝忘机亲自挑选的，黑色交领大袖衫外套了一件半袖被子，腰部尽数被1/3指宽腰带束在一起，勾勒出纤细腰线，下摆一层又一层，鲜红纹绣坠饰其中，就连原本莫玄羽的丸子头都是蓝忘机亲手拆了绑成一个高马尾的。一切似乎与任何时候的魏无羡都不同，但似乎又只能是他。魏无羡扯了扯他脑袋后面的红色发带，歪歪头问道：“蓝湛，你更喜欢我扎辫子吗？”蓝忘机眼神稍有些迷茫，一时想起的是云深不知处墙头那个扎着马尾玩闹嬉戏的少年，一时又看见乱葬岗上笑到一条独木桥走到黑的青年，然后他逐渐握紧手中的木梳，轻声道：“都很喜欢。”魏无羡没有听清，转过头问了一声：“嗯？”蓝忘机却不敢确定他是真的没听清，还是如以往一般装聋作哑，便只是垂下眸子，转而问道：“魏婴，待此件事了，你欲如何？”魏无羡不疑有他，走到木桌旁坐下，一只手撑着脑袋，似乎有些苦恼，思考了一会儿，瞧着窗外说道：“我无父无母，亲友受我连累，死了个干净，只剩下一个弟弟，还恨我入骨，活着也实在没什么意思。鬼手之事凶险，若我挺不过去，倒也好说；若是留得命在，那我也不知道了。世人都要我死，我活着便是个大麻烦，倒不如还是去死吧。”蓝忘机呼吸一滞，心脏都疼得要绞起来，立刻想要反驳，可偏生他嘴笨，一时却什么都说不出。然后魏无羡笑了，他从前便天生一张笑脸，可是在无穷无尽的苦难中逐渐消磨，最后只剩绝望。13年转眼过，如今他又能如当初一般笑靥生辉。他站起来，拍拍蓝忘机的肩膀，爽朗道：“到时候还麻烦韩光俊给我一个了断了。既是韩光俊亲自动手，仙门百家自然幸福，我也好安心。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，我只求韩光俊利落点儿，就算是我查了这鬼手案子的报酬吧。”他挥挥手，便出门下楼去买早饭了。时辰是4时，并不是蓝家一贯吃早饭的点。蓝忘机站在原地站了许久，
然后晃了晃，似是支撑不住脱力了一般，靠在了墙上。手中木梳还留着心上人发间的香气，清新悠远，萦绕不绝。沐浴洗发的皂角中加了一些莲花，是他不敢告诉任何人的小心思。每年夏日，蓝忘机都会去云梦，云梦则广袤，夏日气氛甚好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船只往来好不热闹。莲花坞就在不远处，曾有人盛情邀约，他却怯于前往。而后那梦幻天堂般的地方便再也不存在了。他从未踏进过莲花坞，也从未惊动过江家宗主，只在莲塘中捞起开得最盛的那朵莲花，收起来带回姑苏，耐心的晒干，制成香囊，挂在房中，挂在腰间，檀香混着花香，似乎这样便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他慢慢从墙边滑落到地上，抱住膝盖，将自己缩成一团，心想：魏婴，你竟是宁死也不愿意同我在一起吗？下楼时，魏无羡正在客栈外看小朋友们玩射日之争，彼时谁还不是个少年英雄？阴虎浮现，多少人溜须拍马，而后便是天塌地陷，万劫不复。蓝忘机忐忑地去瞧魏无羡神色，只见他笑意淡然，眉间神情叫人看不懂。踌躇间，却是自家孩子们站了出来。蓝景仪跑上去，来到那扮演夷陵老祖的小孩身前，抱着胸笃定道：“你长得不够俊。那魏无羡可是世家公子第4，当年多少姑娘的梦中情人呢？”那小孩十分茫然，不懂怎么会有大哥哥跑出来莫名其妙说些听不懂的话。蓝思追瞄了眼魏无羡，又瞄了眼蓝忘机，夷陵老祖是何想法，暂且看不出来。韩光君听到多少姑娘的梦中情人时，有一瞬间愁眉苦脸，他这个亲传弟子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蓝思追连忙跟上去，也钻进孩子堆里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夷陵老祖怎么单独行动？韩光君呢？我看历史书上说，收复荆楚之战，2位先手通力合作，成效显著，战功卓越呢。”有个小孩挠挠头，不解问道：“可是韩光君不应该和泽无君一起作战吗？夷陵老祖也应该和三毒圣手在一处啊。”蓝思追心道：“小破孩就你话多。”余光中瞥到自家师傅的脸色越来越白。这时候金陵冲了出来，指着那小孩吼道：“我舅舅才不会和魏无羡沆瀣一气呢！”魏无羡眨眨眼，仿佛刚从发呆中回过神，鼓鼓掌同意道：“不错，江宗主和夷陵老祖深仇大恨，现在再看到当年兄弟情深，恐怕会恶心着他老人家。”蓝思追心想歪打正着啊，于是立刻顺杆问道：“那夷陵老祖和韩光俊当年如何？”魏无羡愣了愣，还真认真思考了一会儿，再抬眼去瞧客栈边的蓝忘机，只见这位皎皎君子立得笔直，心想不愧是世家楷模，就连站着等早饭姿势都这样一丝不苟，不见一点懈怠，跟我魏某人可真是天差地别。嘴上却说既然有史料记载，那总不会错，战场上夷陵老祖和韩光俊自然是得力战友。话说蓝二公子景行寒光，情技卓绝，若是他2位老人家当真常年合作，恐怕夷陵老祖后来也不至于失心疯发神经。金陵撇着嘴不置可否，脑中却不由想起江城曾不止一次提过，蓝忘机居心叵测，总想把魏无羡抓去姑苏关起来，让他碰到蓝二应当当心。蓝忘机大约是终于听不下去了，走到魏无羡跟前来，扫了一眼玩游戏的小孩，又扫了一眼3位小辈，众人顿时噤声，作鸟兽散。然后他朝着魏无羡摊开一只手，问道：“早饭？”魏无羡一拍脑门，从袖子里掏出了汤包和油墩子，又从滩头捧了一碗甜豆浆来，热情对蓝忘机道：“韩光俊，请。”蓝忘机拉着魏无羡一起在街边摊子上坐下来，2人共饮一碗甜豆浆。他瞄着魏无羡边喝边嘀咕，估摸着是不合口味，便问：“你喜咸豆浆？”魏无羡老实点点头，而后又摇摇头，回答说：“其实我只喜欢喝酒。”蓝忘机却不敢再喝，生怕自己醉酒做出什么强迫魏无羡的事情来，低头拿筷子戳了戳汤包，然后道：“今晚吃西瓜皮炒辣椒如何？”闻言，魏无羡一愣，脸上露出几分惊恐神色，接着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眼睛逐渐睁大，随后大笑3声，凑过去靠在蓝忘机胳膊上，推了推他肩膀，笑道：“韩光君可真记仇。”蓝忘机不语，夹起一个汤包，吹了吹，塞进了魏无羡嘴里。汤包又鲜又烫，魏无羡嚼得又爽又痛。蓝忘机拈起衣袖，为他擦了擦嘴角。魏无羡大大方方接受着韩光君的伺候，
蓝忘机的心软得一塌糊涂，一瞥眼，却瞧见蓝思追和蓝景怡，还有金陵躲在墙角，捂着嘴，满眼八卦地看着他们。蓝忘机心中微动，凑到魏无羡耳边，轻声说：“魏婴，你还有阿苑和阿玲。”魏无羡含着汤包，茫然地看着蓝忘机。待此件事了，你要带阿玲去夜练，还要去找阿苑。蓝忘机说得认真。魏无羡吞下汤包，小心问道：“阿苑还活着？”蓝忘机点点头。那他在哪里？蓝忘机却不说话了。魏无羡略低下头，瞪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，瞪了半天，才挤出一句：“那蓝湛，你要陪我。”他生怕蓝忘机不答应一般，急急握住蓝忘机的手：“阿苑，阿苑可是叫过你爹爹的，你可不能不负责。哪怕你看不上我，你也不能丢下阿苑。”蓝忘机心间仍旧疼得厉害，反握住魏无羡的手，郑重道：“魏婴，我陪你。”而等魏无羡真正找到阿苑后，他窝在蓝忘机怀里，悄悄地哭了。他不想哭出声，既是觉得丢脸，也是觉得羞愧。他想对蓝忘机说声对不起，却还记着蓝忘机说他们二人之间不用说这些，最后所有一切都化作一个绵长的吻。他几乎要把自己溺死在道侣的占有与温柔中。蓝忘机抱着他，对他说：“魏婴，一切都结束了。”可不是吗？被世人唾骂的、编排的都成了金光瑶。明明2个月之前，金光瑶仍是万众敬仰的仙都。魏无羡靠在道侣怀中，遥望着云平城中观音寺，天空乌云尚未退去，整座城镇仍然戾气冲天。他说：“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我与他原没有区别。同是上千条人命债，同是仙门百家大祸。”蓝忘机搂紧了臂弯，低声道：“怎会没有区别？我知你心向善，已尽力。”魏无羡在心中跟着念道：“心向善，已尽力。”可谁又知金光瑶心向何处，是否尽力呢？魏无羡回过头去瞧他的蓝二哥哥，他道：“我与他的区别，不过就是我终究有归处而已。”启明星闪烁，东方既白，天快亮了，朝阳灿烂，描绘出彼此的面庞。执念跨越时间，终于有所回响。情敌和鸣，天作之合，望线一曲远，曲终人不散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，感受望线如何实践天天就是天天。